明上座，你既然要求法，那就先坐下来，屏息一切外缘，断绝一切思念，什么都不要想，我便为你说法。是。慧明说完坐起，静候慧能的开示。两个人默坐很久，慧能才说道：明上座，你舍此住相之爱，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哪个是你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慧能的巧妙开示使慧明突然弃悟，回光返照，当下体悟到自己一念未动以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自己的本性啊，也就是离开一切污染的烦恼的，就是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就是真正真实的自我，也就是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的真我。这是慧能离开五祖后第一次说法，虽然只有短短数语，却是精彩之极，完全脱出他慧能禅的特色。他让慧明不思善不思恶，至心一处，清净无念，即是还他本来面目，也就是见性了。见性就是见到自己真正的本人，所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禅宗就是让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打这以后，在中国禅宗的发展上，无论是用棒用鹤，无论是参公案看话头，几乎都离不了这本来面目。这慧明极易参寻呐，他虽已开悟，还觉得不够，还向慧能请教：行者，除了你刚才对我讲的密语密意之外，还有比这更妙的吗？明上座，我给你说出来的都不是秘密，也不是最妙的。只要你能依无住清净心回光返照，那么秘法就都在你那，因为万法原本就在自己的自性里。慧能的开示妙极了。人们都知道有这样几句话，说泥佛不渡水，木佛不渡火，金佛不渡炉，真佛心头坐。可是知道的人虽多，而实行向自己内心上逆正自性真佛的人却少得可怜。忘却自性真佛呀，波波到处走，茫茫身外求，纵有所得，不过是法语奇特，平畅机锋。为什么不自内证自见性呢？要知道，禅宗并无秘密不传之说，因为心性一道全在自悟，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若不知道在自己的内心自证自见，而外求佛法，住有住空，那就等于缘木求鱼了。有的人不明白此意，总往外求，一听说哪个师傅有道行有名气，他急忙就去拜，以为这样就能得功德，就能开悟。再不就让师傅加持灌顶，以为这样就会得到秘法。其实秘在自己的心里，不是别人给的。你的身、你的口、你的意，三业相应，专注在一个法上，就叫密呀。这个密绝不是某一密宗上师或者其他什么宗的法师给你加持灌顶，给你摸头倒水给弄出来的。那摸头倒水呀，是跟你结缘，陪你玩，因为你喜欢这个游戏呀。你不往内省，往外找没用。这禅宗顿悟法门就是以心传心。什么是以心传心？就是令他自己觉悟，自己证得。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要自我开发自我的心性本体，使之心性本体突然显现。人贵自度，道贵自悟啊。否则五祖大师怎么能把衣钵不传神秀，而传给一个一天也没教过的俗家人卢慧能呢？就是因为慧能当时默契的如来甚深意与五祖大师心心相印。慧明一听慧能的开示，感激万分，匍匐于地。
想我慧明沉心浪浪，义海滔滔，以致常时不见自性。今日被行者片言喝破，才使我得见本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慧明敏感行者启开无上妙觉菩提，行者便是慧明之师，弟子慧明叩拜五师。慧能急忙伸手把他扶起，明上座，你不可如此，你我同为黄梅五祖弟子，名分已定。再说你早有见悟，只为透彻，我不过就像木工钻眼，略加点拨，你便大悟，岂可如此？你今天已悟，要擅自护念，好自修为。待时机成熟之后，你要弘法利生，善诱迷人。但不知老衲该到何处去？逢缘则止，遇蒙则居。是。慧明高高兴兴地拜辞慧能，上马而去。走不多远呢，迎面碰上东山寺来的10几个武僧，其中那武僧班头也在这10来个武僧当中。慧明一看得把他们支走，冲他们一摆手：“哎，众位，你们不要往前跑了，我都追过榆岭了，也没见到卢慧能的影。他既没有马匹，腰胯又受过伤，能走那么快吗？我想啊，他一定到别处隐遁起来了，咱们赶紧分头找找，别往前跑了，免得跑冤枉路。”大伙一听信以为真，学回马头，改换了方向，到别处去寻找。慧明支开众人后，悄悄离去。后来他按照慧能的吩咐，在元州蒙山大唱弘化，为避慧能之讳，他将自己的法号改成了道明，度了很多人。但这是后话了。单说这10几个和尚改换了方向，追了一阵，不见慧能的影子。武僧班头不凡和尚心中起疑：诸位，我观明上座言谈举止有异，我看他是阎王爷派兵，肯定有鬼，这其中有诈。走，咱赶紧朝原路过榆岭，定能追上葛辽。武僧全相迎，学会马头改路径，人都精神马飞腾。烈马长啸天地动，摇头摆尾鬼神惊。不凡和尚心如镜，知道中了计牢笼。不由一阵心火纵，更加痛恨卢慧能。你竟敢太岁头上把土东，老虎窝里捅马蜂。大圣面前把棒弄，火神庙内来点灯。贫僧定要追上你，送你到望乡台上把身容。不凡发怒马起行，翻山越岭快如风。紧追赛过云中烟，快感犹如过天星。慧能虽然脚步慢，怎及烈马跑得凶？眼看追上要没命，说书人吓得心怦怦，只好歇息来调账，请您下回接着听。上文书说的是，不凡和尚发现自己中了慧明之计后，恼羞成怒，改换了方向，带着这10多个武僧又往榆岭方向追了过去。咱们不说他马上加鞭追赶慧能，单说慧能点悟慧明之后，又从石上提起衣钵，付之于身，继续往前赶路。走过大榆岭，天就黑下来了。慧能极目远望，见前边右前方有一处亮着灯光。慧能怕继续赶路会错过宿头，就朝灯光处寻来。来到切近一看，这里果然是一家山村客栈。
慧能走进客栈，这伙计非常热情，擦桌子倒茶。这家客栈的生意还挺兴隆，掌柜的是个美貌绝伦的少妇，她燕语莺声，招呼在众食客中间，一看就是个做生意的行家里手。慧能不愿在这喧闹的屋中多待，赶紧要了些简单的饭菜，吃完后由伙计带路，把他送到客房休息。慧能睡到半夜，突然被隔壁的一声惊叫把他给惊醒了。慧能一惊，急忙来到隔壁的窗下，顺着窗纸的小孔中往里这么观看。这一看，他大吃一惊，见屋内灯明烛亮，充满了杀机。有一个白脸大汉靠桌旁坐着，大汉额头冒汗，面色苍白，袒露的右肩上还有一个直劲冒血的伤口。那客栈的女掌柜的满口鲜血，手握一柄明晃晃的钢刀，奔着大汉的前心急刺。慧能一看，大吃一惊，急忙将右手食指和中指搭住，奔那女掌柜的轻轻一弹。这一招是无相禅功中十分老道和平的功夫，叫拈花指，是根据世尊拈花加设微笑而取名。这拈花指啊，指点人的穴道，治人而不伤人。随着慧能手指这么轻轻一弹，一股真气自手指涌出，唰的一下，当时就点中那女掌柜的要穴。那女掌柜的浑身一麻，目立不动，手中的匕首苍凉一声掉到地上。慧能随后打个箭步冲进屋中。这白脸大汉一看来了救星，高兴啊！可那女掌柜一看，惶恐不安：“你是什么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管闲事。”掌柜的，见死不救岂是人之所为？你为什么这么狠心要杀人呢？他忘恩负义，不信你问问他。慧能转脸看看这大汉，这大汉羞愧难当的低下头去，说出了10年前的往事。大家听过慧能闻经悟道那回书的人一定还记得吧？慧能听那老翁安道成诵《金刚经》而于言下大悟。那安道成当时被慧能的智慧品行所感动，赠慧能10两纹银，没留下姓名。那诵经老者安道成就是这白脸大汉的父亲，白脸大汉就是安道成的独生儿子，叫安克正。他自幼生性诙谐，喜闹好动，又酷爱武功，一天到晚无论是插耙扫帚还是烧火棍，总有一样不离手，比比划划5个不休。安道成见他天生就是个练武的好材料，就花重金先后给他请了2个武师，教授他拳脚棍棒18般武艺。安克正与武学一道的确有过人的天赋，没用多长时间就把俩武师的功夫都给学到手了，而且还有轻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俩武师没办法，只好告辞离开了。安克正为使自己的武功臻入高妙之境，只好离家出走，云游四海，遍访名师高手。他与武功之道有过人的天赋，20岁的时候就将武功臻入到高妙之境。也正是他20岁云游拜师访友之际，结识这山村客栈的掌柜的杨水仙。那个时候杨水仙还是个未出阁的黄花闺女，才17岁呀。随着他父亲杨好礼开了这座山村客栈，风流倜傥的安克正一来投宿，杨水仙就对安克正倾心垂爱。当天夜里，他背着自己的父亲来到安克正的房中，送茶铺被，又向安克正吐露心声。您想啊，安克正是个未经人事的壮男，又多贪几杯酒，当此天地间第一大诱惑袭来之际，并丝毫没有控制力，片刻间神游物外，就与杨水仙做下了越轨之事。你说这俩人胆儿多肥呀！
互不了解又没恋爱，就敢非法同居。杨水仙留安克正在他这客栈住了半个多月，还不舍得他走。可是安克正议业已成，不能不回家向父母道喜报平安。两个人如漆似胶，难分难舍哈。分别时起誓发愿，话没少说。这个说我若不等你，眼没剩一撮哈；那个说我若不回来，眼睛得空壳。这个说我若不等你，这酒窝得出褶哈；那个说我若不回来，嘴唇得出火。这个说我若不等你，这耳朵得翻个啊；那个说我若不回来，烂掉下巴壳。这个说我若不等你，这牙齿全脱落啊；那个说我若不回来，准长大粗脖。这个说我若不等你，这胳膊折一个；那个说我若不回来，俩脚都得折。情深深光顾顺嘴，胡诌八扯哈，一切切忘了说点吉利科。那年代的人呐，不使用文书字据，专门相信这起誓发愿。安克正本想回家拜望父母之后，马上回来迎娶杨水仙，谁知道回到家里，父母早已给他定了亲事啊，是本村的姑娘陈翠莲。安克正虽然不同意，可是自己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在那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办法，在父母的主张下，只好跟陈翠莲拜堂成亲。婚后，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杨水仙。好在陈翠莲端庄贤惠，知书达理，他却稍觉安慰。婚后1年多，陈翠莲给他生个儿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安克正也不忍心无缘无故地抛下父母妻儿，再来找着杨水仙。可是在他心里一直都没忘记那个令他一时销魂的杨水仙。这次他奉父命到黄梅东山去布施银两，回来的时候，他专门到这山村客栈来看望杨水仙。一来是想向杨水仙当面赔罪，给一些经济补偿；二来呢，也想跟杨水仙再叙叙旧。哪成想啊，杨水仙当时苦等他3年没等来他，心的话什么海誓山盟啊，那只不过是热情勃发时的梦话罢了。杨水仙没办法，只好嫁给一个比自己大7、8岁的矬丈夫。虽然不随心，可是因自己苦等安克正等的年龄过大，再加上自己已识贞洁，没有办法，将就吧。可是结婚才几个月，她这个矬丈夫也死了。她的父亲杨好礼因此上火生病，离开人世。杨水仙痛失亲人，肝肠寸断。她把自己这不幸的遭遇都归结到安克正的身上了。要知道，这恨比爱更加的刻骨铭心，更加让人难以忘怀。可以说，这由爱生出的恨，那可是了不得，恨之入骨。所以这安克正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却把他们父女用来对付江洋大盗的化工迷魂散给安克正放到酒里了。表面上陪着安克正柔情蜜意的嬉戏，暗中却下了毒手。安克正中毒之后，浑身麻木难动。杨水仙解开他的衣服，想一口一口的把他咬死。可是刚咬了一口，就被安克正的叫声把他惊得不敢再往下咬了。他怕别人发现前来阻止，他没法下手。他当机立断，取出匕首，奔着安克正前心急刺。就在这生死立判关头，慧能及时出手，点了他的穴道，使他匕首落地，没刺中安克正。如果说是安克正命不当绝，倒不如说是安道成乐善好施，积下了阴德。您想啊，当日若是没有安道成赠慧能10两纹银，
让慧能去黄梅东山求法，慧能也不可能经过这里遇见这件事啊。这安道成乐善好施，积下了无边的阴德，救了他独生儿子的命啊。这事儿也巧了，10年前安克正痛打无赖，帮了慧能，10年后慧能又救了他一命，这大概就是因果不爽吧。可是两个人谁都不知道10年前发生的事跟对方有关。单说慧能听了两个人的自述后，感慨万端，这芸芸众生被情所累，被爱所困，以致到如此地步，真是可怜可悲。他急忙输气给安克正止血。安克正因为药力没过，浑身仍是麻木难动。杨水仙还是怒气未消，但因为慧能在跟前，他没法杀他了。他手指着安克正的鼻子大骂不休。慧能急忙上前解劝。掌柜的息怒，生气是拿别人的缺点错误来惩罚自己，恨别人痛苦的却是你自己。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追求错误的东西。爱河千尺浪，苦海万丈波，求而不得是苦，求得之后仍无法满足，更是痛苦难挨。要知道，过去已经过去，它只是记忆的残影，只是一种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人不要为过去而活着，应该为未来而活着。放弃过去，才能迎接未来。你再这样下去，受伤害的是你自己。人生苦短，何必自寻烦恼呢？你恨他无情，恨他欺骗了你，那你就更应该感激他，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你为什么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忘记别人的缺点呢？慧能这番妙语，使满室的热闹化为清凉。慧能的言恩语，如理如情，感动得杨水仙泣不成声。安克正一见，愧心更加重，叫一声水仙妹，放宽心胸。安克正实心让你苦苦等，你如今报仇雪恨，非我内功。今见你孤孤单单，凄凉景。安克正悔恨交加，无地自容。水仙说不怪安兄你不行，都怪我不知自爱，苦过娘成二人相互自责后，杨水仙取出止疼止血药，给安克正敷到伤口上。安兄，是我一时糊涂，害得你武功尽失。可惜我没有解药帮你恢复功力，因为这化功迷魂散是我父当年结交的一位道士所送。干我们这行的，啥人都会遇到。为保客栈财产和自身安全，我把此药保留到现在。安兄，你原谅我吧。哎，水仙妹，你不要说这话，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安克正对慧能非常感激，感激慧能对他的救命之恩呢。杨水仙也对慧能感激万分，
是慧能的及时出现，使他没有铸成大错，也是慧能的劝导，使他放下了仇恨，不再烦恼。为向二人表示感谢，他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很丰盛的菜饭。二人推辞不过，只好用餐。刚刚用过早餐，天已放亮，安克正就向杨水仙告辞，又留给了杨水仙一些银两，随着慧能一起离开客栈。两个人踏上前路，走不多时，就见前边出现一座石拱桥，桥上有一个人在画画。奇怪的是，那人背对他们，可画中的景物却是朝着他们。只见那人一笔一划都是画的倒画。两个人走得切近，就听那人大喊一声：“二位看了我的倒画，为何不理不睬？难道在下这点功夫有辱二位法眼吗？”安克正一笑：“哼，孔夫子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食，正人君子不关倒画。”话音刚落，这张画纸嗖的一下奔着安克正迎面抛来。与此同时，一柄寒光闪闪的钢刀奔着慧能是迎面劈来。话说慧能与安克正两个人走到一座石拱桥前，见一个背对他们画倒画的人突然间出手，将手中画纸奔着安克正抛来。与此同时，一柄寒光闪闪的钢刀奔着慧能迎面劈来。这意外的突变，利刃的迅疾，使慧能没有任何思考对策的时间，其反应全凭一种自然的本能。他唰的一下一矮身，这柄钢刀唰从头上掠过去。慧能躲过钢刀，注目一看，这个袭击自己的人年约40左右，虽然头上包着黑色的扎巾，但从无法的两鬓上看出来他是个光头和尚。慧能脚下加劲儿，嗖的一下飘身纵出1丈开外，当时双手合十，冲着这个和尚拜了下去。这一招叫灵山礼佛，是个礼敬对手的姿势，意思是佛门子弟礼让为先，绝非好勇斗狠之徒。可这位武僧一心夺下衣钵，哪管慧能礼让不礼让，唰抢到慧能面前，挥刀便砍。这个人不仅身形奇快，而且刀法也非比寻常。只见他钢刀手中抡，先把门路分，团团是瑞雪，飘飘似流云。凤凰单展翅，鲤鱼跳龙门。1路分2路4路8路分，变化72，见刀不见人，下眼风不透，上遮雨不淋。刀光如闪电，刀法实惊人。刀来对手倒，刀去锁人魂。这人这大刀舞得刀山相仿，安克正一见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个人的刀势锐不可挡，暗替慧能捏把汗，可是自己功力尽失，没法帮忙，急得跺脚直喊：“哎，你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拦路行凶，世纪逞强，太不说理了！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人一边挥刀一边喊：“不关你的事，你给我躲远点，再这么吵吵嚷嚷，别说贫僧对你不客气。”安克正一听这个人自称贫僧，仔细一看，他那无法的两鬓果然是和尚扮的。安克正一看，心中惊疑，安克正不由得心中惊疑，见此人果然是和尚扮的，这真是世界之大，多奇迹。光头的和尚竟然动杀机，出家人慈悲为怀，存善意。
把人欺。诏书如此辛辣，凶狠无比，不少出家戒律，枉披僧衣。我今天非要扰乱你心绪，好让你心浮气躁，功利低。俺可正心中暗暗打主意，急忙忙亮开嗓门喊得急。安克正一看这和尚持刀杀人，心的话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怎么光头和尚不守戒律礼法，拦路抢劫呢？他跺脚高喊：哎，不好了，大家看呐，和尚破戒持刀杀人了，周围有没有人呢？快来救人呐！他明知道周围不会有人，他这么做是为了让那和尚生气，功力减弱。谁知他这一声声大喊刚落音，后边的来路上还真有那么10几个人飞马冲来。书中暗表，这10几个人就是老僧慧明在榆岭以北给支走的那些武僧。不凡和尚发现上当后，改换了路径，带着这些僧人又朝岭南方向追了过来。因为慧能呢，昨天晚上住在客栈，他们又骑马就赶超上了。不凡骑的是一匹浑红马，脚力非常快，不知不觉间就把这10几个僧人抛到了后头。今天早上，不凡和尚骑马追了很远，没见着慧能的影。他从在榆岭以北见到老僧陈慧明那个时间推算，猜想慧能不可能超过石拱桥，一定是自己赶超在前头了。他急忙学回马来，来到了石拱桥畔，把马拴在路边的树林里，放长了缰绳，让马随便吃点地上青草。他就趴在这桥上，假装画道画，想吸引来人的注意力，趁其不备，出刀来袭慧能。他以为这一招准能要慧能的命，哪成想啊，他这志在必得的一招，不但没要了慧能的命，反叫慧能飘身揍出1丈开外。他虽然闯了江湖多年，可从来没见过这等神奇的武功啊，所以他也不管3七21，挥刀奔着慧能猛砍。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兵器一递招就知高不高啊。这数招一过，不凡和尚就发现慧能武功高深莫测。他正着急之际，身后的来路上来了这10几名武僧。不凡和尚一见，心中大喜，当即冲着武僧高喊：诸位，快把这葛辽给我围住，乱刃分尸，夺回衣钵，重振东山。众武僧一听，立即下马，从4面8方一齐向慧能围来。按说呀，出家人慈悲为怀，是绝不能犯杀戒的。佛弟子有4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出家人是度众生的，哪能杀生呢？可今天这种情况特殊，因为这武僧当中有2个不同一般的人物，一个是不飞和尚和在桥头上袭击慧能的武僧班头不凡和尚。他们俩是堂兄弟，俗姓邓，出家前都是江湖人物，武功高强。他们俩惯使单刀，一个左手一个右手，2人双刀配合的天衣无缝，江湖人称阴阳双刀。俗话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虽然这话不绝对，可这两个人确实好惹是生非，不守王法。有一次因意气用事，误伤人命，以致被官府通缉，而逃亡在外。后来他们俩厌弃游荡生涯，就于5年前来东山寺出家了。要知道，天容万物，海纳百川，佛门慈悲广大，为度众生而开方便之门，当然也就要广度众生，给能悔过的人一条自新之路。这两个人刚来东山那2年也很至诚，五祖大师就给他们剃度了，希望他们在佛法的熏陶下能够悔过自新。两个人出家之后，与武功一道很钻研，可在佛法的修为上没有多少进展，以致在这名利得失上又起了嗔恨心，旧病复发。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他们认为慧能带走了东山医法，会使他们东山寺声望扫地，何寺僧人脸上无光，所以他们旧病复发，又起了杀念。诸位，这件事是发生在大唐盛世，那是佛法的黄金时代，还会有这种不守戒律的出家人，何况是现在这个佛法的没落时期呢？如果不能自觉自愿的断恶修善，那很麻烦，袈裟之下食人参，那是非常可怜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出家人都恭敬，这是对的，但对于某些出家人那不符合佛理的行为，大家千万莫轻信。别一看着来出家人化缘，说哪哪建寺院，你就傻了吧唧舍钱，告诉你，你那会上当受骗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不允许僧人走街串巷去化缘，做一个好的修行人，他必须要守法呀。所以那10有8九都是骗子。再不就打扮的神神秘秘，怪里怪气的，穿的滴了哒啦的，冒充是密宗大师什么活佛，说能给人消业消灾，你就一劲儿往前凑合。其实我告诉你，你那10有8九是上当了。真正的密宗高僧一定在寺院里弘法利生，他不会无缘无故跑出来给某某人消灾，给某某人结缘。这灾难呢，要靠自己去消，真正的灾难要靠自己改过迁善来消，不是别人能给消的。单说这不凡和不非和尚见慧能夺走了东山衣钵，心中气恼。不凡和尚抢到慧能的面前，单刀一挥，葛辽，你有多少打柴的功夫，就都亮出来吧。不非和尚也冲了过来，哼，葛辽，你带走我东山衣钵，逃之夭夭，抛下大众于不顾。今天贫僧要给你开肠破肚，看看你长了几层壮胆皮，添了几根护心毛。说着话，单刀一挥，一个摩顶受戒，奔着慧能的头面就盘削过来。与此同时，不凡和尚也挥舞钢刀，奔着慧能的腰部猛砍过来。这两个人不怪号称阴阳双刀，两口刀配合的天衣无缝，非常的精妙。好个慧能，真是定力如山，智慧非凡。他面对二人的猛砍急刺，一不慌二不忙，屏心气注目光，招招有法，事事得当。二人一看更加急火，挥舞钢刀痛下杀手，真是厉害无比。双刀齐挥，冷飕飕，咬牙切齿，狰狞喽，拿手的绝招往出兜。但只见双刀一分，牛金牛，锐远滔滔，紫火猴，亢金龙张牙，无力扎好，放日图翻身，滚绣球，迅速穿墙，能过壁，
为何乎窜涧跳山沟？为月宴过脸寻我巢，女屠夫做东来行修。是火煮泥瓦八棍大，积水抱着浮浪有竹流。卯日鸡展翅来报晓，深水远探壁去桥头。真水引张口吐雾气，一火射喷心忙摇头。张月路行高能救爱，碧水与海面去寻鸥。斗木蟹诗威行用芜湖，流土涨月山过黄丘。角木角月深出了水，地图号着陆地来行舟。奎木狼凶狠夺人命，楼金狗爆主去杀仇。闭月无遮天展开翅，归土之摇尾不罢休。景木寒遮风挡住月，归鸡阳登阁升高楼。西岳虎飞身出了洞，星日马腾云来遨游。不飞不返双双连梢，安可正一见魂下丢。卢兄弟如此宅心仁厚，遭人这般劫杀为何由？不飞不返联手使出28宿追魂刀，把个安克正吓得魂飞魄散，心说卢兄弟怎么得罪这些和尚，以致人家对他下此狠手，还管他要什么衣钵？那衣钵本是出家人的东西，怎么会到卢兄弟的手上呢？卢兄弟宅心仁厚，怎么能强夺他人之所爱？这其中定有缘故。虽然卢兄弟武艺高强，可他毕竟赤手空拳对白刃，太凶险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他对我有救命之恩，当此危难之际，我岂可袖手旁观？我宁可丢掉性命，也要助卢兄弟一臂之力。话说东山武僧不飞和不返和尚为夺下衣钵置慧能于死地，他们联手使出28宿追魂刀，凶险之极。安克正一见，惊得魂飞魄散，心想卢兄弟怎么得罪这些和尚，以致人家对他下此狠手，还要什么衣钵？那衣钵本是僧人之物，怎会到得卢兄弟的手上呢？虽然卢兄弟武艺高强，可他赤手空拳对白刃，未免凶险。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当此危难之际，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得助他一臂之力。这安克正在他父亲安道成的影响下，对出家人特别的尊敬。可是今天他为救慧能脱险，也不惜要冒犯这两个和尚了，冲着不飞和不返和尚高喊：哎，你们这两个出家人不守戒律礼法，大开杀戒，难道不怕佛爷怪罪吗？你们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真是不知羞耻，招打！安克正说着，呼的一下欺身直进，就闯了上去。这其中有个手使禅杖的老僧一看，急忙挥掌相迎。尽管那老僧没太用力，可是安克正内力已失，当时就被老僧的一掌击出6、7尺远，噔噔噔一个定墩就蹲在地上，浑身震得像散架子一样疼痛。慧能一惊：安兄，你快走开，离开这是非之地，不要管我，我没事的。这安克正啊，小时候那种好强劲儿，那种豪爽气一点都没减。卢兄弟，你说哪里话来？大丈夫肝胆照日月，良心对地天。我安某不敢自称大丈夫，也是堂堂7尺男儿，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我这条命是你救的，我岂能在你危难之时一走了之？他们不说理，我要替你讨回公道。安克正一边说着，一边大喊一声，冲上前去。安克正当即一声喊，急
一步纵身冲上前，为救慧能脱凶血汗，打出一套星汉拳。往上打一统天下，乾坤转；往下打三国鼎立正江山。往前打诸葛亮下山兴蜀汉，往后打休顿阴阳纪连环。且看他一出茅庐走西野，二借东风烧战船，三起周瑜芦花当，四路发兵去西川。五虎上将长沙战，六出祁山敲周旋，七擒孟获利艰险，八卦阵摆乱石滩，兵书藏毒害死马，神机妙算万代传。安克正拳打八面瞬息变，步入拳法不一般，可惜功力一失散，想要取胜难上难，片刻之间冒虚汗，再若连战命难全。这安克正的星汉拳法娴熟精妙，可惜呀，他功力已经失去，只有招数没有力度，就像花拳绣腿一样，不但不能取胜，眼瞅就要落败。慧能一看心中一惊啊！慧能本来是心性慈人，不非不凡和尚对他这般痛下杀手，他都无嗔无恨。他觉得他们要杀自己，是因为自己带走了东山医法，我跟他们并无过节，我绝对不能出手伤了他们，那也不是修行人所应该做的。所以他总是躲躲闪闪，暗用真气护住全身。可是安克正这一参与，慧能着急了，他知道安克正功力已失，长此下去他必然要遭到伤害。慧能一急，当时唰的一下挥出左手，奔着不飞和尚的手腕便戳。随着慧能手掌这一挥，一股真气灌注在他手指之上，唰的一下就点中不飞和尚的手腕。这不飞和尚被震得哎呀一声，手中的钢刀说啥也攥不住了，揉飞出老远，落在地上，把不飞和尚给震的就觉得这脑袋嗡，耳朵睁，脖后冒凉风，眼前金灯换银灯，我的亲爹后妈叔辈祖宗，我妈的妈，我姥姥玉皇大帝老伴儿，我那天儿妈呀，我要没命吧。这不飞和尚连震在下，管玉皇大帝老伴儿他不叫王母娘娘，他都喊个天儿妈了。不怪他吃惊啊，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等神奇功夫的人呢。慧能出左掌的同时，右手也已然挥出，奔着不凡和尚手中的钢刀唰的一下就拍了过去。这叫空手对白刃呢，这要是没有深厚的功力、高深的修为，非得落个残肢断腕不可呀。随着慧能右掌着拍出，一股无坚不摧的浑厚功力灌注掌上，唰的一下就拍在不凡手中的钢刀上，当时就把这钢刀给拍两截了，刀身唰苍凉凉就落在地上。不凡和尚手握刀柄，惊得魂飞魄散，唰的一下舌头吐出挺长，亮个冰凉，说啥也缩不回去，赶紧架手揉揉才揉回去。其他武僧一看，更是惊伤六叶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等神功绝技的人呢。他们原本以为慧能不会武功，可今天一看，他不但会武功，而且是武功精湛，竟是堂堂的阴阳双刀都败得这么惨。看来要想夺回衣钵，重振东山，必须大家一块上。众武僧想至此，从四面八方一起向慧能围来，其中有个手使禅杖的老僧，攻势甚猛。老僧他禅杖一抖，招法全。
拜先天，立春本是头一梢，古语上下不连环。惊蛰雷震天下响，雨水屠龙把身翻。春分牛头来耕地，忙中老虎下深山。地下仗打如火热，小满刘海系金蝉。清明倒栽垂杨柳，夏至举火去烧天。小暑张扫托钵式，大暑打磨进中原。立秋帐下万物死，处处凤凰双翅山。白露一道黄龙刀，秋分帐刀梨花寒。霜降苏秦到北间，寒露降满万层山。立冬飘袍又刮阴，小雪关公过古关。大雪银龙来摆尾，冬至帐冷避冰寒。小寒落花花如雪，大寒巧施罗汉前。24招人难测，按照周天变乾元。势如蛟龙闹大海，又似怪蟒把身翻。老僧的杖法真精湛，炉火纯青非等闲。这老僧的24节气杖法使得娴熟精妙，是真不一般。其他武僧也都是武艺精湛，他们虽然没有伤安克正之心，可安克正毕竟参战了，周旋其中了。慧能怕连累安克正，想急速脱身，他瞅准了时机，唰的一下身形一闪，那老僧啊手中的禅杖就随即落地，接着近身的4、5个武僧也都纷纷倒地。怎么倒的不知道，慧能的身法太快了，连我这说书的都没看清楚。从慧能出手击落老僧的禅杖，到这4、5个武僧倒地，也就是一刹那，而我说书只能用慢镜头来表述。就在众人愣神之际，慧能唰的一下抢到安克正的面前，抓起安克正的胸襟，一提真气，嗖，纵身飘出1丈开外，展开轻功，是急奔而去。步飞和步凡和尚一看，气得暴跳如雷，哼，这个可恶的南蛮真是欺人太甚，走，咱们骑马追上去，与他拼个你死我活。那个手使禅杖的老僧一听，含泪摇手，不可不可，咱们千万不要再造孽了。我们本来是为得大法，可我们的做法心念与法不能相应，我们非宰法之气，不堪承受如此大法。五祖大师没有看错人，这卢慧能不仅武功高深莫测，而且心性慈忍。我们对他痛下杀手，他却对我们手下留情。祖师所见不差，他能将武功真入到如此高妙之境，其智慧品行必然出众。我们不要再造孽了，赶快返回东山，好自修行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您听听这老和尚这番话，真不愧为几十年的修行，在这关键时刻能够醒悟前非。可是步飞和步凡和尚仍是执迷不悟。什么？老师兄，你是不是被那葛辽吓破胆了？这么胡言乱语呢？我们东山依法被他带往岭南，若不及时追回，我们以后东山寺怎么开坛弘法？再说我们今天在他手里栽得这么惨，要不杀了他，以后还哪有脸面见人呢？要走你自己走，我们不能这么没骨气。阿弥陀佛。唉，天宇再大，难遇无根之草；佛法再宽，难渡不善之人。既不听良言，老衲也无办法，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罪业自己了，老衲告辞了。
老僧说完，提起禅杖，拂袖而去。其他这些武僧听了老僧之言，也都心生惭愧。其实东山寺来追赶慧能的这些武僧，不全都是为夺衣钵，有的是为向慧能求法。他们一看老僧走了，也都醒悟前非，也都离此回东山了。只有不飞和不凡和尚仍是执迷不悟，怒气未消。你别看他们俩在佛法的修为上没有多少进展，可他们在武学一道确实是很有研究。他们俩的武功在东山寺众武僧当中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凭他们俩联起手来都没胜了慧能，反叫慧能大获全胜，他们败得这么惨，俩人心生疑团呐。心的话，那葛辽的武功高深莫测，不但手掌比钢刀坚硬，周身还似乎有一堵无形的高墙在护体，这兵刃很难进他的身体。难道他练成了达摩老祖易筋经的神功了？不能啊，那易筋经乃武学之中至高无上的宝典，修习的法门实在不易，就连那少林寺的历代高僧都练不成，他那个蛮陋不堪的葛辽怎么能会呢？他准是有什么骗人的邪术。其实这种凡夫心重的人永远不会想到，要修习这种武功的人，不分地位的尊卑，不分相貌的美丑，也不分文化的高低，只需有高深的佛法修习，要心无所住，能够勘破我相人相，要有高深的佛法修习，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慧能之所以能练成这包括易筋经在内的上乘无相禅功，是因为他勘破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己，没有他人，没有对自我的执着，也没有对其他一切有情思想的执着。说白了，他这叫无自无他，性相等一。要是佛法修为不足的人想强练这种上乘武功，那不是内伤难愈，就是走火入魔。慧能之所以能练成，是因为他心无所住，心中不存修习武功之念，而存慈悲仁善之念，度众济世救人之心呢。所以他才有这种大智慧神通。不飞和不凡和尚眼见慧能带走衣钵，无力劫夺，心中气恼。师弟，怎么办？难道咱们就眼见着那葛辽把衣钵带走不成？那可太便宜他了。师兄，你不要着急。俗话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那葛辽既然厉害，咱们就得狠毒，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你想啊，咱们俩的武功连起手来都没胜了他，咱们东山寺还谁能够胜了他呀？哼，我看好了，要想夺下衣钵，咱们就得想个万全之策。咱们胜不了他，可有人能胜。你想啊，那葛辽他再厉害，他毕竟是血肉之躯，也怕剧毒进体呀。咱们凭武功胜不了他，就给他来个江湖上的使毒手段，取他的性命。好主意。可是咱们虽然闯的江湖多年，咱们也不会那下毒的功夫啊。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咱们不会，那绿林江湖中可不缺那施毒使暗器的高手，咱们不好请他们来帮忙吗？什么？请江湖道上的人帮忙？这恐怕不妥吧。咱们虽然也在江湖上待过，可毕竟现在咱们是出家人了，请他们来帮咱们杀人，是不是有失体面呢？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大丈夫做事只讲目的，不论手段。不这样做，能致死葛辽，夺回衣钵吗？说的是。告诉你，要想夺回衣钵，必须使用非常手段，将葛辽置于死地。
话说慧能以高深莫测的无相禅功击败了东山寺前来劫夺衣钵的10多个武僧。这些武僧们对慧能的智慧品行非常的佩服，大多数人都醒悟前非，返回东山去了。只有不飞和不凡和尚仍是执迷不悟，怒气未消。他们当即决定要请江湖上的人物来帮助他们致死慧能，夺下衣钵。2个人悄悄嘀咕，不飞和尚觉得不妥。我说师弟呀，咱们请江湖道上的人恐怕不妥吧？虽然咱们也在江湖上待过，可现在咱们毕竟是出家人，请他们来帮杀人，那是不是有失体面呢？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大丈夫做事只讲目的，不论手段，不这样做能致死葛辽吗？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咱们不能擅作主张，得马上回寺院向秀上座请命。咱们得早点回去，免得时间一长，那葛辽隐遁起来，咱们不好寻找。好，2个人商议停当，飞身上马返回东山寺了。东山寺下山来追赶慧能的那些武僧，有的被陈慧明支走，有的被使禅杖的老僧劝回，也有的被不飞和不凡和尚给拦回去了。2个人到了东山寺一看，五祖大师的后事已经操办完毕，他们直接就来到神秀的寮房见神秀，说自己难追之事，说那慧能武功卓绝，世所罕见，居然空手对白刃，只身一人就轻轻松松的让他们大败而归。神秀一听，心中大喜，原来如此，看来师父所见不差，那卢慧能能将无相禅功真入到如此高妙之境，其智慧品行必然出众。看来我宗依法得人也，日后定能发扬光大。俩人一听，心里一惊啊，心的话，这秀上座不但不恼恨，还反而称赞卢慧能，称赞五祖大师依法复传得人也。这事儿可要难办。这2个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不凡和尚上前2步，悄悄说道：秀上座，这我宗依法难遁，若不及时追回，我东山寺恐怕就无法开宗演教了。那卢慧能再厉害，这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我们胜不了他，可有能人能胜了他呀。只要秀上座您发句话，我们马上去请那江湖上的神秘人物追杀葛辽，夺下衣钵。只要有衣钵在东山，秀上座您就是我宗的正传6祖了。住口！亏你还是个出家人，竟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卢慧能秉承我宗依法，乃祖师亲授，祖师既能复衣钵心法于他，其人必有可复之德。我随祖师多年，祖师视我如子，却不能复衣钵心法给我，我必有不可复之短。我若不知自修其短，反叫你们去勾结江湖黑道，劫杀慧能，夺下衣钵，篡得祖位，我还配做沙门世子五祖大师之徒吗？你们都给我回寮房，好好反省反省，以后谁也不准再去岭南夺衣钵，陷我神秀于不义。走。是。神秀这番话太感人了，不怪五祖大师昔日很器重他，称赞他道德学问高尚。神秀的确是僧中君子，法门龙象。如果当时没有慧能应试，那衣钵必属神秀无疑，神秀必为禅宗正传6祖啊。可他不但不嫉妒慧能，反而还当众称赞，这样的心量品行真让人敬佩呀。谚语说得好，有道人人亲，有德处处尊。难怪他后来竟成为誉满刹林的一代高僧，被誉为2经法主、3地门师。
备受皇上的尊敬，万民的敬仰，真是让人敬佩之极呀。不瞒大家，我说此书的动力就源于慧能和神秀的智慧品行。慧能以一个下等的人发挥出上等的智慧，令我敬佩以及。神秀的高尚品德更让我感动不已，所以我才撰写并播讲此书，希望收看此书的人们能从慧能和神秀的身上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举止言行时时都体现出一个学佛者的风范，处处都流露出人性的光辉。不飞和不凡和尚听了神秀的一番话，唯唯诺诺退出疗房，悄悄嘀咕：师弟，怎么办呢？那秀上座他不让咱们再追葛辽夺衣钵了，难道就这么便宜呢？葛辽那怎么能行呢？这不凡和尚自作聪明，师兄你想到哪里去了？不凡他自作聪明，把话讲，叫一声师兄莫急，听其详。六祖之位，谁不向往？秀上座哪能不愿当？他若是真的不把衣钵降，为何要深夜作计在南廊？他这是顾及名誉，何声望？才如此惺惺作戏，跟咱庄。不凡以小人之心夺君子量，可惜他执迷不贻笑大方这不凡和尚自作聪明，师兄你想到哪里去了？你想想，那秀上座他能不愿意要衣钵，当个正经的禅宗六祖吗？他要真不愿意，当初他干嘛在南廊坐骑，费那脑筋干嘛呀？不过呀，他现在是咱们寺院里身份最高的人，现在又被我们大家奉为新住持，他得顾及点体面，讲点面子。咱们既然想出收拾葛辽的妙法，干嘛瞻前顾后，管他秀上座愿意不愿意呢？只要咱们能夺下衣钵，置葛辽于死地，秀上座也不会把咱们怎么样，大不了大骂咱们一顿，哪不是了？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必须要请到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务必要那葛辽的性命免除后患。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懂吗？这不凡和尚邪念一起，就把这古来一直给用错的话，他又给错用上了。其实这两句话是崇尚宽宏大量的，应该说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个度啊，就是度量心量。古来就有四大之说：太阳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这个量就是度量心量，你没有度量，没有心量，你就不是君子，不是大丈夫，怎么能是独呢？因为独和度这两个字音相近，就被后人给传错了，以致今日这不凡和尚也给错用上了。这不凡和尚
邪念一起，为了除掉慧能，他决定要花重金去请江湖上赫赫有名的4大天王之一的毒王聂申来帮助他们除掉卢慧能。在当时，江湖中有善用水火剑毒的4大高手，江湖人称4大天王，有四川的水王刘勇，江西的剑王徐庆，山东的火王丁淹，浙江的毒王聂申。凡是号称某种技艺之王的人，在他们所擅长方面，那是绝对无人能敌的。这4个人呢，各有一绝，他们虽然是不住一处，可是臭气相投，交情莫逆，曾是拔拜结交的异姓兄弟，自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4个人臭名远播天下，没有任何人敢去招惹他们，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啊。他们年纪最大的是四川的水王刘勇，年纪最小的是浙江的毒王聂申。他虽然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最狠毒的一个。他心高气傲，手段毒辣，更令人毛骨悚然。他不但能配置各种奇毒之药，而且还能借助各种媒介物来下毒，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能让人死于非命。这4个人在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没有任何人敢去招扰他们。他们从来不信天理，不讲良心，就只认金钱。不管什么人请他们杀人放火，只要多给钱，他们就去干。这不非不凡和尚决定要请聂申来帮忙，不惜血本，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这件事开始神秀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俩是悄悄行事的。后来那个使禅杖在石拱桥畔劝不非和不凡那个老僧发现后，悄悄报知神秀。神秀一听是大吃一惊啊，追之不及，不非不凡早已下山了。神秀觉得自己无力回天，回到寮房中痛惜不已，心想，看来此处不是我应留之地，我若留此更将多事，不如早早离去，免受羁绊。神秀打定主意，就于夜半3更悄悄离开东山走了。次日清晨，众僧发现神秀离去，非常的感伤，有几个老和尚也悄悄略施打点，离开东山了。单说这慧能与安克正一边往前行走，一边心中暗想，心说师傅所见不差，这衣钵果然是一大争端。法本传心，以心印心，何必要传衣钵来照生杀机呢？师傅说这衣钵只传到我为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杀身之祸只到我为止了，我的后世徒众就只知求法，不再争夺衣钵，这很好。安克正得知慧能被追杀的真正原因之后，对慧能是更加的敬佩。2个人走了一段路程，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慧能寻路问君，直接就奔韶州曲江曹溪村。这个曹溪村呢，是刘志略住的村子。因为当时慧能在齐州跟刘志略结拜的时候，刘志略答应替他奉养老母。曹溪村也叫曹侯村，据说是后汉3国时期魏武侯曹操的故居，所以叫做曹侯村。为什么叫曹溪村呢？因为它靠近一条叫曹溪的水源曹溪河，所以也叫曹溪村。慧能来此，一是想感谢义兄刘志略，二是想度化自己的老母，得道先度母，以报母恩呐。慧能来到了曹溪村，向人询问，找到了刘志略家。他来到刘志略家的大门外，注目一看，好一座深宅大院，好一座威武气派大宅院，坐落村庄正中间，占地足有10亩半，
南北长来东西宽，院墙高大多好看，地铺青石顶香砖，四周围枝叶茂盛绿树沿，清雅洁净又壮观，苍松古柏列队站，大门向阳开正南，铜香铁骨门梁扇，奇光耀目明灿灿。青石台阶四景面，台阶之下铺花砖，有一对石雕狮子门前站，最要铜铃焰灯圆。门两边花圃精巧似图案，花圃四周围栅栏，迎门迎壁光闪闪，斗大的金字写上边，刘宅两个字比例刚健，红日映照耐人观。慧能一看刘志略这家宅是真阔气呀，他往门口的一站，就被守门的仆人发现了。这仆人急忙跑回去告诉刘志略。刘志略一听欣喜若狂，终朝盼着弟兄相聚，可是今日的相聚却引来凶险杀机。书接上回，说的是慧能来到曹溪村，经人指点来到刘志略家。守门的仆人一眼就把慧能认出来了，这个仆人就是和刘志略一块去齐州那位刘胜。刘胜一看慧能可高兴了，哎呦，二爷呀，是您呐，您可来了，您把我家大爷都想坏了，我家大爷天天念叨您，还要去黄梅东山见您去呢，二爷您快请，我这就报告我家大爷去。刘胜说完转身就往院里跑。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非常的奇妙，有的人您跟他交往一生也如过眼云烟，没啥印象，而有的人您只跟他见一次面就刻上了深深的烙印，终生不忘。刘志略与慧能在齐州尽管是一面之交，打这之后啊，他终朝每日想念牵挂着慧能，总盼弟兄早日聚首。他一听刘胜说慧能来了，欣喜激动，跑了出去，一把拉着慧能，贤弟，你可把愚兄想杀了，快快快，屋里请。刘志略拉着慧能来到了客厅。慧能来到这客厅一看，嚯，这客厅豪华讲究，十分阔气。慧能他抬头细注目，待客厅美观华丽光显足，厅内的布置典雅古朴，叫人一见心里舒服。文房四宝对一处，北墙八幅画更清楚。头一幅俞伯牙帅气双眉蹙，从此不做上大夫。第二幅一僧一道论棋谱，相互争论各不服输。第三幅王羲之挥笔写金谷，刷刷点点令人服。第四幅吴道子画龙不点目，旁
怕得是蛟龙奋起闹江湖。第五幅姜子牙垂钓渭水渡，文王方贤把他清除。第六幅钟子期打柴养父母，年少遥望千了孤苦。第七幅一抹斜阳照老仆，老仆除草栽三伏。第八幅孔夫子周游列国吃尽苦，身后带着五车书。八幅挂画八倍古壶，琴棋书画渔樵耕读。慧能他正在流连回顾，智略的老母妻子走进屋。慧能来到客厅，刚刚坐下，刘志略的老母妻子还有慧能的母亲李氏夫人就赶到客厅和慧能相见。志略的老母拉住慧能，十分亲热：“贤侄啊，你今天得以到此，我们何家欣慰，免得志略整天念叨你。贤侄，你这次就住在我家里，咱们是一家人，你不要见外。”志略的妻子也说：“贤弟呀，你今天来了，我们全家可真高兴，以后这就是贤弟之家，贤弟千万不要见外。”“对对对，我也不让贤弟再走了。贤弟呀，你就在这里，咱们弟兄能够终朝每日相聚在一起。”李氏夫人拉着慧能，百感交集，说出了志略一家人对他的浓情厚谊。刘志略自从在齐州跟慧能结拜之后，把一应事务料理妥当，立即返回岭南，把李氏夫人接到家中，视如亲母一样的孝敬。李氏夫人和志略那个寡居的老母，老姐俩相处得非常投机。慧能今日来此，志略全家非常高兴啊。刘志略问慧能：“贤弟呀，你到黄梅求法怎么样啊？”慧能就把自己在东山寺踏对8月密授心法，以及东山寺武僧半路劫杀之事跟刘志略说了出来，把个刘志略听的瞪大了双眼：“哎呦，皇天保佑，菩萨有灵！贤弟总算寻得高人，求得了无上正法，平安归来，可喜可贺。”李氏夫人一听也十分的欣慰，儿子日后能成为一代宗师，弘法世间，广度众生，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他卢氏门中历代先人的阴德与荣耀。想至此，高兴得不得了。志略的夫人也说：“贤弟呀，你如今已是达摩传下的正传6祖了，以后你就在我们的曹溪弘法施化吧，我们全家也能沾上光泽。”兄嫂之情，小弟心领，小弟一定在这曹溪弘法施化。不过小弟暂时还要隐匿深山，以防东山武僧前来劫夺衣钵，祸及兄长一家。哎，贤弟，没事的，你武功非凡，那些东山武僧不敢再来了，就是来了你也别怕，我会发动曹溪乡民保护你的。刘志略的老母也说：“贤侄啊，你以后就在我们这曹溪弘法施化吧，你不用怕，这里没事的。我们这曹溪乡民呐，都想得闻佛法的利益，你就在这里弘法施化吧。”一家人对慧能特别的热情。刘志略的夫人一面命家人收拾2间上房，布上所用之物作为慧能的居室，一面亲自带着家人下厨为慧能制备菜肴。全家人见面高兴之情不必叙述。次日清晨，刘志略请来了衣匠，为慧能赶制内外3新的衣服，给慧能装扮一新。刘志略和慧能肝胆相照，虽是结义兄弟，却胜过多年的同胞。慧能几次要告辞离去，志略就说啥也不放他走。慧能一看志略苦留不舍，只得打算暂时住下来，度化老母和志略的全家之后再离开。
刘志略为了留住慧能，想尽了办法。他知道慧能喜欢谈禅说佛法，他就让慧能到山涧寺给他的姑母无尽藏比丘尼去说法。一来呢，使姑母得到慧能的指点，修行上能大大的提高；二来也让慧能有说法论道的机会，省得他再张罗要走了。刘志略为留住慧能，真是用心良苦。这一天，刘志略把慧能领到了山涧寺，向他的姑母无尽藏比丘尼一介绍。无尽藏一听慧能深悟佛理，非常高兴，急忙取出大涅盘经递给慧能。陆行者啊，贫尼虽然常读此经，可此经义理深奥，贫尼仍有多处不解，还请行者为我解说。慧能用手一推，师父，我不认识文字，还请师父把这经读一遍，我再给你解释好吗？卢行者，你不认识文字，那你怎么解经啊？师父，三世诸佛的微妙道理并不就在文字上，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佛法的真谛犹如空中的一轮明月，而文字就像你我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是那一轮明月。我们看月也不一定非要透过手指去看。刘志略一听非常高兴，贤弟，你果然智慧过人，说得太好了。无尽藏比丘尼一听更是惊喜异常，无尽藏激动得眼含泪花，不由得惊喜异常把话发。尊一声卢行者，智慧真大，真乃见物超人，世间缺乏。贫尼得你开示，真是造化。你真是佛心慧性活菩萨。无尽藏念经卷一字不落，通读全经请慧能给解答。无尽藏比丘尼把涅盘经通读一遍，慧能给他详加解说。诸位，慧能平生所度的第一个人是武僧陈慧明，平生所讲的第一部经就是这涅盘经。应该说，武僧慧明善根深厚，才能得到慧能的指点与言下大悟。无尽藏比丘尼的福报也是非常非常大，才能赶得六祖慧能给他讲一遍涅盘经啊。因为慧能是开悟之人，不仅讲经说法义理圆融，更会对机施教，使受教者获得无穷的法益。诸位，可惜呀，我浮浅得薄，我是愣没听着，我光知慧能讲得好，到底如何好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情节我就不能向大家详细介绍。这部书凡是涉及到高深义理，我都得回避。文人可以孔夫子笔削春秋，我们说书人也可以舌头打扣，可以保留。不懂的地方我就不能瞎说，我怕负不起责任，担不起因果。如果您非想听，那我换个内容，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说佛陀时代，也就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一位居士经常到寺院里以财物供养一个小沙弥。这一天呢，这居士供养完小沙弥之后，很虔诚的请这小沙弥给他说法。这小沙弥一听吓坏了，从来没给人说过法，也不知道怎么说。可是这居士又这么虔诚，自己不能卷他的面子。这小沙弥真挺聪明，挺有招。他说，那居士，你到门外去等一等，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叫你进屋，你再进来，我就给你讲佛法。这居士很虔诚，听完之后就到门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就在那儿等。左等右等，不见这小沙弥叫他进屋。
这居士实在着急了，就趴着门缝往里看。这一看呢，大吃一惊，怎么呢？人走屋空，小沙弥没影了。原来啊，这小沙弥不敢讲，不知怎么讲，吓得跳窗户跑了。这居士善根深厚，也是他机缘成熟。看到这个情景，突然大悟，哦，人也空，法也空。诸位，当我有讲不出来的情节，我希望您也能突然开悟。悟什么呢？人也空，法也空啊！因为真正的佛法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如果您实在不开悟，那我也得跳窗户。要知道，佛没有定法可说，祖师也不例外，都是破当机人的执着。慧能说法圆融契机，使无尽藏比丘尼获益匪浅。无尽藏比丘尼惊喜异常。卢行者，你果真智慧过人，贫尼能得您的开示，真是我几世的造化。无尽藏比丘尼高兴之余，请慧能抽空来他们山涧寺，给那些出家的女师们说法。慧能也欣然应允。刘志略一听，非常高兴，心说贤弟有了说法论道的机会，就可以安住下来了，省得再离我而去了。刘志略经常陪慧能来到山涧寺，给这些出家的女师傅们说佛法，这也算是慧能最初的弘法。慧能说佛法是把佛法消化后从自性上表露出来的，理明事备，容易被接受，使出家的女尼们获益匪浅。他每次来山涧寺，女师傅们都非常恭敬地向他请教佛法，请问经义。慧能也十分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他针对不同的经、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指点。女师傅们得到慧能的开示，都心悦诚服，觉得自己能得遇慧能来指点，真是千生难遇、万劫难逢的幸运呐！都传闻赞扬，说慧能准是为佛菩萨应试来普度群迷的。曹溪乡民听后纷纷前来向慧能请求开示，忙得慧能大有应接不暇之事。刘志略一看，心中暗喜，忙前忙后的帮助慧能招待这些前来求教的人们。这些人们信佛的有初信的，有久信的，对佛法理解有深有浅。慧能根据每个人的文化教养、接受能力的不同，分别给予不同的指导。有的呢，他用直接对答的方式来直接回答问题，有的以浅显幽默的故事来说明道理。随着前来求法的人们越来越多，慧能的名声也越传越远。谁知慧能这一名声远播，竟惹